不是因为我是他的车主，也不是长城给我多少钱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我没收过长城1分钱。在全球又造汽车，同时又造摩托车的企业到底有几家？这两天我骑这个长城灵魂，然后这一段时间里我跑了3000多公里了。现在这个车一直有一个点，就是它的前避震。我刚才也给售后打电话了，我说这个前避震在舒适模式下过减速带的时候，稍微快一点的速度，前避震都会传来一个金属碰金属的声音，梆梆的声，就一声梆。但凡车身有一点倾角过这个减速带的时候，声音会更大。然后我尝试去用运动模式去过这些减速带，就会好一点。可是速度稍微快那么一奶奶，它都会梆一声。然后厂家北京的售后给我的答复是，这个避震是有一些问题啊，厂家说是避震的问题啊，然后完事他们测试出来好像不是避震问题，可是他给我的答复是现在已经有了解决方案，但解决方案什么时候能落地不知道。他也跟我说有很多车友在反馈这个问题，反正他骑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过减速带的时候，在旅行模式下，它的减震会发生金属碰金属的声音。可是我门口有一个小的减速带，那个我在50、60通过的时候，它没有任何声音，只是稍微高一点的，在低速8公里、10公里过的时候，前避震就会梆一声，金属碰金属。然后剩下的就是老生常谈了啊。前刹车联动，电子刹车联动，然后你不用后刹，只捏前刹的话，它会往前顶你一下，可是这个是改变不了的。那通过什么能改变？通过技术，一定要先后刹再前刹，你就没有往前顶那个劲儿了，前刹车杆。要不很多人都会觉得 ABS 出来了。因为现在灵魂给我来说的情绪价值是非常高的，它着车的声音啊，还有行驶的品质啊，还有音响的氛围啊，我非常的 very good。就跟我的坦克似的，500 Hi4Z 给我的情绪价值也很高，实用性也非常的高。然后我这回去西安就骑着它偷车，然后后边坦克在后边挂着，我那个拖车在后边跟着，我们一行8个车，然后不加坦克啊，加上坦克就9个车，加后边拖车就10个车。给你着车听个声吧。其实现在来说，你说买金翼还是买长城灵魂的8缸，我的建议，现在它长城灵魂这款车的品质还有各方面来说，跟金翼我会推荐你买它。不是因为我是他的车主，也不是长城给我多少钱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我没收过长城1分钱。我也算长城的一个忠实用户了吧，我的汽车都换成 Hi4Z 了。可是我给你们推荐的这个车，你要是有预算，你想买金翼，想买这种有品质的大巡航 DCT 的自动挡的，其实你是值得考虑的，因为它的售价23.88，裸车3厢最高配23.88，然后办完了，你看看金翼多少钱？金翼现在一辆新车35、6，二手的呢？你选择二手的金翼还是选择一辆新的灵魂？你自己考虑。各位看官们，你们会怎么选呢？当你有能力啊，我说是有能力买这种车的人，车主们、准车主们，你们是选金翼还是选长城的灵魂？你们去试想一下，在全球又造汽车，同时又造摩托车的企业到底有几家？知道的打在评论区，记得关注我，你的精致控车教练李梦龙。